大家好，我是小蔬果，非常欢迎各位朋友收看我的视频。转眼间年过完了，相信各位都已经炖了许多货，而大蒜作为厨房中的常客，想必很多朋友都把它炖了不少。大蒜这看似普通的食材，却是我们日常烹饪调味不可或缺的宝贝，尤其是北方的朋友们，对大蒜那可是爱得深沉。无论是热气腾腾的面条，还是寓意团圆的饺子，亦或是各种精心烹制的菜肴，大蒜都能恰到好处的为其增添独特的风味。像那令人垂涎欲滴的蒜蓉大虾，鲜嫩肥美的蒜蓉生蚝，更是凭借着浓郁的蒜香，成为了大众餐桌上的宠儿。正因为大蒜使用频率如此之高，不少朋友为了省去频繁跑市场的麻烦，总会多买一些存放在家里。然而，保存大蒜却并非易事，如果保存方法不当，大蒜很容易出现发芽、干瘪的情况，甚至还会发霉变质。一旦大蒜开始变质，往往是从某一部分开始，就如同星星之火，逐渐蔓延，直至整颗大蒜都无法食用。变质的大蒜吃起来不仅有一股令人难以下咽的苦味，严重影响口感，而且其丰富的营养价值也会在这一过程中流失殆尽。那么，究竟该如何科学有效的保存大蒜，让它不发霉、不发芽，始终保持新鲜呢？别着急，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几个超实用的保存大蒜小妙招，让大蒜放上1年都不会坏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妙招的神秘面纱吧。首先，我们来说说第一个妙招——茶叶保存法。这个方法所需的材料非常简单，只需要一个塑料袋和一把茶叶。先把准备储存的大蒜小心翼翼地放入塑料袋中，在此之前，一定要仔细检查塑料袋是否完好无损，有没有破口漏气的情况，哪怕只有一个小小的破口，都可能让我们的努力功亏一篑。接着，我们把大家平日里用来泡水喝的茶叶放进装有大蒜的袋子里。茶叶不仅味道清新，能在我们品茶时带来愉悦的享受，还具有清理肠胃的功效。但您可能不知道，它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作用——储存大蒜。茶叶本身散发着的清香味，以及它那超强的吸附异味能力，能够将大蒜袋子里的异味统统吸收掉。把茶叶放在大蒜中间，就如同给大蒜穿上了一层保护衣，不但能有效防止大蒜异味的散发，还能巧妙地防止大蒜发芽发霉。这是因为茶叶具有很强的吸潮性，它可以像海绵一样，把袋子里的潮气吸附掉，始终保持大蒜的干燥环境。如此一来，大蒜就很难早早地长出芽来，从而延长了它的保鲜时间。按照这样的方法操作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辛辛苦苦炖的大蒜早早变质了。妙招2是一种非常传统且实用的方法——悬挂保存法。我们只需要找一根绳子，然后将大蒜一个个的绑起来，让它们变成一串串的，就像小时候我们串起的那些美好的回忆一样。把绑好的大蒜串挂在阳台或者屋檐下，但这里有个关键要点，我们要把大蒜挂在背阳的地方，千万不能让它们被阳光直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大蒜一直被太阳晒着，其内部的水分就会像调皮的小精灵一样，悄悄地溜走。这样一来，大蒜吃起来就没有那种浓郁的香味了。同时，我们还要注意不能让雨水淋到大蒜，否则潮湿的环境也会加速大蒜的变质。这个方法特别适合家里储存大量大蒜的情况，而且这样挂起来的大蒜，在我们食用的时候，只需要轻松取下自己所需要的量就可以了，非常方便。只要按照这种方法保存，大蒜能够长达1年都不会干瘪，也不会发芽，始终保持着它原本的新鲜模样，随时为我们的餐桌增添美味。妙招3，我们要用到生姜来帮助我们保存大蒜。首先，准备一个老姜，把它切成一片片的。切姜片的时候，尽量切得薄厚均匀一些，这样能让生姜更好的发挥作用。然后拿出一个塑料袋，将大蒜放入袋子中，再把切好的姜片整齐的放入袋子里。放好之后，轻轻地排出袋子里的空气，尽量让袋子里的空气越少越好，最后把袋口拴紧。
您可能会好奇，为什么要放大蒜里放生姜呢？这是因为生姜具有很强的吸附潮气的能力。当我们把生姜和大蒜放在同一个袋子里，生姜就像一个尽职的小卫士，会默默地把袋子里面的潮气吸附掉，让大蒜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干燥的环境中。这样一来，大蒜就不会因为受潮而出现化掉的情况，从而能够长时间保持新鲜。这种方法简单又实用，不妨赶紧试试哦。妙招4是利用水果来保存大蒜的独特方法，我们不妨称之为水果保存法。首先，挑选一个避光的深色袋子，这种袋子就像一个神秘的小城堡，能为大蒜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。然后，把将要保存的大蒜放入袋子中。接下来，准备一个成熟的苹果，如果没有苹果，用香蕉或者猕猴桃来代替也是可以的。将选好的水果放在大蒜的中间位置。为什么要选择这几种水果呢？这背后可是有科学依据的。像苹果、香蕉、猕猴桃这些水果，它们会自然地散发出乙烯气体。当把它们和大蒜放在一起时，水果散发出来的乙烯气体就像是一种神奇的魔法，能够防止大蒜发芽，同时还能让大蒜保持不干瘪的状态。不仅如此，这种方法还能避免大蒜生虫子或者坏掉。就像我们去超市或者菜市场购买大蒜时，会看到大蒜往往是堆叠在一起放置的，却依然新鲜不发芽。这是因为大蒜本身也会挥发出乙烯气体。超市里的大蒜数量众多，堆放在一起，产生的乙烯气体浓度较高，所以保鲜时间相对较长。而我们一买回来，由于环境改变，大蒜周围的乙烯气体浓度降低，就容易发芽了。当我们把苹果放进装大蒜的袋子后，要小心地将袋子里面的空气挤出来，尽量挤得干净一些，最好能营造出一个接近真空的环境。之后再把袋子放到阴凉干燥的地方储存起来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通过避免空气和适宜的温度，减少了细菌滋生的条件，而深色塑料袋又做了避光处理，双重保护之下，大大延长大蒜的保鲜时间。妙招5可能会让您有些意想不到，那就是用香烟来保存大蒜。同样，先将要保存的大蒜装进密封袋里，然后准备2根香烟，把它们与大蒜放在一起。看到这里，有些朋友可能会心生疑惑，用烟真的有用吗？为什么要用烟呢？其实，香烟具有很好的干燥性，它能够像干燥剂一样，吸附掉空气中的潮湿气，而且香烟独特的烟草味还能起到驱赶蚊虫的作用。在这2种功效的双重作用下，就能让大蒜保持不发芽、不干瘪的状态，保存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坏。和前面的方法一样，我们要把袋子里面的空气挤出去，把口袋紧紧拴住，确保不要与外界有空气流通，因为一旦有空气进入，香烟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。最后，将密封好的袋子放到通风阴凉处保存，注意要避免太阳直射，这样香烟就能默默地守护着大蒜，让它始终保持新鲜。最后一个妙招就是利用大米来保存大蒜，我们叫它大米保存法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轻轻地剥去大蒜外面那层比较脏的外皮，让大蒜以一个相对干净的状态入驻大米的世界。然后把整颗大蒜小心翼翼地埋入大米之中。您可别小瞧了这个方法，它可是有着神奇的效果，能够让大蒜长期保存，1年都不会发芽。我们都知道大米是一种天然的干燥剂，它具有很强的吸潮能力。当大蒜被埋在大米中时，大米就像一个忠诚的守护者，会吸收周围的潮气，让大蒜接触不到阳光和空气，从而有效地避免了发芽和霉变的情况发生。而且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，大米存放时间长了，很容易滋生一种米虫，而大蒜本身具有刺激性的味道，把大蒜放在大米里面，就如同给大米请了一位保镖，可以有效地驱赶害虫，还能起到杀菌抑菌的效果，使大米也能更长时间的保存。这种方法真可谓是一举多得，哪怕把大蒜掰成蒜粒，同样也可以放进大米中保存得很好。在分享完这些保存大蒜的妙招之后，
我还要给大家提个醒，保存大蒜也是有误区的。很多朋友在不能把买回来的大蒜一次性用完时，可能都会不假思索地选择把大蒜放到冰箱里保存。然而，您可能不知道，冰箱虽然看似是保存食物的好地方，但对于大蒜来说却并非如此。冰箱的温度长期处于较低状态，里面的湿气也很重，这种环境不但不会延长大蒜的保鲜时间，反而会加快大蒜的发芽速度。而且在冰箱的低温高湿环境下，大蒜的营养成分也会逐渐流失。另外，大蒜的味道比较浓烈，当它与冰箱里面的其他食物放在一起时，就像一个调皮的味道传播者，会导致串味，其他食物很可能会沾上一股变质的蒜味，这样一来，原本美味的食物就变得难以下咽了。所以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冰箱可不是大蒜的保险箱，千万不要把大蒜放进冰箱保存了。好啦，今天关于保存大蒜的方法就全部分享完了，希望这些小妙招能够帮助到大家，让大家在炖蒜的时候不再为大蒜的保存问题而烦恼。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让更多的朋友受益。说不定您在生活中也有更多更实用的保存大蒜小技巧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，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同时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精彩实用的生活技巧视频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内容，为大家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乐趣。别忘了关注我哟，我是小蔬果，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